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那晚上啊，又紧急的做了一期，是因为刚刚看到个消息，我确实还没睡着，总觉得有什么事儿要发生。果然看到了马斯克的这个贴文啊，并且是很多的这个政论性频道已经开始在报道了。但是我们不是做政论性报道的，无论是中美都不是啊，也不是做选举的，但是我们做马斯克的，对吧？马斯克给出这么大个新闻来，我们当然要聊一聊了。马斯克在他的推特上置顶推文上说。他说呢，我们这个大家翻译过来了，继续翻译的，对于思想独立的选民共享权利，抑制了两党最严重的过激行为。因此，我建议投票给共和党国会，因为总统是民主党。他的意思就是说，有个制约，如果国会啊，这个两院都是民主党的，总统也是民主党的，那这个国家呢，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危险的行为。那这是马斯克他自己的想法啊。那以前啊，这个有朋友说呢，说马斯克呢是不是川粉啊？是不是川粉其实不重要，关键是大家现在啊已经对川粉有一个比较过度的定义了，就是川粉都是白痴啊，川粉都是没脑子的，川粉都反疫苗等等等等。现在看起来，马斯克表现出来的，他可是支持过川普的，他可不是白痴啊。现在问题就在于，马斯克在中期选举最后的关头支持共和党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理解的呀，是马斯克之所以在这个关键时期发出这么个帖文来，一个呢就是我觉得他是确实希望美国分裂不要走得更远啊，因为马斯克在多种场合都说过，美国现在处于一个严重的分裂状态。他说像我这样的偏左的人士，实际上是偏中间的，现在看起来都偏右了，可见美国已经走到一个什么地步了。所以呢，马斯克这次出手也是在情理之中。但是更关键的是呢，我觉得泥菩萨都有三分火劲呢，是吧？马斯克刚买下推特，这些所有左派支持的这些大企业全部撤掉了广告，什么通用、奔驰什么这些东西，你可口可乐、LV 这些奢侈品你也凑着热闹是吧？因为他们也是支持左派的。我说呀，如果说你这些车企撤掉了在推特广告，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因为特斯拉老板是马斯克呀，是吧？你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啊，我在你这打广告，我相当于自敌了，对吧？勉强说得过去啊。你通用、奔驰、大众我不在推特打广告了，可以说得过去。但是你其他的人都来凑热闹，你这不上眼药吗？对吧？何况我还是世界首富呢世界首富的这点面子都不给吗？所以马斯克在最后关键时期呢，厉害利索。这人办事是真利索，所以呢，马斯克的行事方法我们现在大概能摸得着门道了，就是比较率性，当然呢，他肯定也有所策划有朋友就在说马斯克收购推特后一系列的大家觉得不合理的行为，难道都是他随意而为的吗？难道他收购推特没有一个策略、套路和计划吗？我觉得应该是有的。就像某大一样，那开会所有的议程都是有脚本的，不可能让你随性表演，对吧？这么大的事儿，400亿美金，同志们，400亿美金的440亿美金的收购那能胡乱搞吗？所以我觉得马斯克很多东西呢，可能还是有他自己的套路。你比如在这个时候，他突然伸手。我觉得他如果伸手早了，可能会遭到民主党更大的反击，因为拜登已经说了，说马斯克搞的什么破玩意儿，这推特上全是假消息，好吗？他当年不说，这是典型的两面人这要是到中国大陆，拜登总统你要挨批的我们习大大要批评你，你是两面人那么在现在这个时候，他发出这么个消息来，到底能否对选举有所推动呢？一定能，但是能推到哪个地步，还要看效果。说实话，因为美国的选举已经变成了一只薛定谔的猫，你不开结果，好像都是那么回事，你一开结果发现不一样了，很符合量子纠缠的理论，是吧？所以呢，现在呢，这个马斯克表明态度我觉得他对于很多人的影响不亚于他们的子女出柜。虽然马斯克早就标明了说了我就是这么个态度我现在已经从民主党倾向于共和党了，但是和他在个人的推特上，他刚刚收购推特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 V 之后，置顶推文发出这么一个号召来，那这是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的，这是明确的出柜的概念了，可以说。当然我没有任何歧视 LGBTQ 的意思我只是说对于普通的就从我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来理解来说，我觉得这个太令人震惊了太令人震惊了，确实是没法讲。
就是太厉害了。那么这是马斯克的这个推文的情况。那么另外一个呀，就是说，在共和党啊，民主党的几任总统啊，现在3任总统或者是小布什应该没上，都上阵在搞这个中期选举。那中期选举呢，大家希望看到的呢，包括我个人，我虽然对美国政治不太感兴趣，我也希望呢能有一个制约的这么一个权利，那样我们是不是看戏更热闹，是吧？你说如果说美国国会啊，两院全是民主党的啊，拜登呢也是总统啊，并且拜登能把任期任完，那这个很多时候啊，很多的确定性我们看起来就没意思，是吧？一旦国会有了共和党的制约，那就出现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啊，因为现在这个世界呀，已经死气沉沉了。我们现在看起来呢，很多的事情的方向啊，都是因为早期的那些政策。你比如说乌克兰现在危机是什么造成的？那是因为上一届的美国政府，我不是说川普啊，川普之前的美国政府对俄罗斯的绥靖，对不对呀？侵吞克里米亚没有任何问题啊，只是一个那种。你说不痛不痒也倒不是，那种制裁是没有效果的。你现在看起来，拜登呢在补奥巴马的课，不管怎么说，他是在奥巴马的任期内完成了对克里米亚的入侵，完成了对西方世界的试探，并且误导了普京。如果呀，美国当时表现得更强硬一点，普京也许不会有现在的举动了。那普京现在也恨啊，你们当时怎么就不硬点是吧？你当时硬点，我就不打这仗了吗？所以呢，就这么个情况。当然有人说，那川普上了台，连乌克兰1分钱都不支持，那上了台再说，是吧？现在川普还连竞选都不一定呢。现在问题是中期选举，就可以左右后半年美国的一部分政治，左右世界的一部分形势。所以这么大的消息呢，我肯定得起来捣鼓2句。当然呢，我们也很期待其他的那些搞美国政论的中文大 V， 看看他们怎么说啊。我们只是先扔块砖头，听听响声。那好的，你和大家聊到这儿，谢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